说实话，仗剑传说的策划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做一个合理的规划路线。从不同服务器的玩家选择职业就可以看出，斗士这个职业的数量是远远大于骑士和贤者的，当然也远远大于术士这个职业。因为想要做好职业平衡，这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需要做的其实就是让不同职业的玩家数量尽可能的接近。至于流派强度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在平衡好职业之后才需要考虑的事情。如果在没有做好职业平衡的情况下去做技能平衡，那么出现更加严重的职业倾斜几乎是必定会发生的。如果一定要做技能平衡，比如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不公平现象，那么在做调整之前也需要知道这次调整的对象是什么。就拿命魂举例子好了，在做调整之前需要问一下自己，削弱命魂守护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削弱骑士这个职业，还是削弱骑士在 PVP 当中的战斗能力？很明显，从命魂的机制来看，这个秘法设计出来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副本而准备的，并非国度或者 PVP。在削弱命魂之前，几乎所有骑士都使用命魂守护这个秘法，已经变成了骑士的核心秘法了。那么，当策划去调整一个核心秘法的数值时，就需要明确的意识到，这个调整针对的玩家群体就不再是 PVP 的骑士了，而是整个骑士群体。策划在制作游戏的时候都有一套自己的轨迹。说实话，作为玩家来说，我并不希望策划听取玩家的改动建议，而是应该从玩家的建议当中分析他们的需求是否与自己设想的游戏环境以及道路在同一条线路上面。就拿元素反应打个比方好了，有玩家推荐把仗剑传说的元素属性做成原神那样的机制，那么策划需要考虑的其实并不是这个建议能不能解决职业平衡的问题，而是应该先去想这个改动是否与自己在设计这款游戏时的理念在同一条线。这个改动的核心是为了提升可玩性，还是平衡职业？是否是自己需要的，以及是否有更小的代价去达成相同的结果。就元素反应这个机制来说，除了全技能不朽蚀的玩家可以成为这个机制的受益者以外，还有谁能从这个机制当中收益？绝大部分玩家一个流派都养不起，现在还要为了打元素克制，养所有流派的核心技能。贤者也是一样的。相对于让召唤流达到暗幕的游玩体验，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让玩家体验到贤者这个职业的乐趣，也就是提升贤者群体的总玩家数量。这就意味着不应该通过后续增加召唤技能进行增强，而是应该从根源改动。现在有太多前身是其他3个职业的斗士玩家了，并不是因为斗士这个职业本身过于超标，而是因为其他3个职业跟不上斗士的强度。为什么不是削弱斗士，而是增强其他3个职业？我就在这里解释一下好了。每当玩家进入新的赛季，获得新的职业技能的时候，他们的强度应当在获取这些新技能之后也变得更加强大。说的直白点，也就是职业补全，找出一个职业不同流派在上一个赛季的痛点并进行补齐，就像4转的斗士和5转的贤者一样。当玩家在获得新的技能力之后，却用着原来的技能，并依然遭受着原来的流派缺陷时，很明显，这就意味着技能的设计是有问题的。就拿术士举例好了，增加这元素抽制的克制这个机制，能够增加术士不同流派的多样性，但是术士并不缺玩法多样性。5个元素流派已经是所有职业当中玩法最多的了。相比较让术士在 PVP 中多活一回合，不如试图让术士在不影响整体平衡的情况下，用更少的回合数去赢得胜利。这个游戏在第一天只有2个职业，也就是法师和战士。几乎所有想玩肉法的玩家基本上都选择了贤者。如果真的想要提升术士的生存能力，那么要做的并不是提升术士的整体生存能力，
而是单个流派的生存能力，确保喜欢玻璃大炮的玩家能够在有限的技能选择当中找到最适合的暴力技能。从混沌排行榜中，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斗士这个输出职业的伤害是合理的。作为一个输出，那么最终造成的伤害就应当远高于辅助性质的职业。有问题的只是术士的技能设计而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骑士和贤者的推图体验就不如斗士和术士，只是牺牲了自己的输出能力，换来了更久的战斗能力。当斗士和术士只能在国度战斗8回合的时候，他们可以战斗15回合甚至更久。总的来说，这个视频想要表达的核心就是，职业平衡其实从来不是单纯的削弱或补强，而是让每个职业都能有存在的价值。当设计师能够明确目标，坚持设计初衷，并补足每个职业的缺口时，那么游戏的整体生态自然就能回到正轨。平衡不是结果，而是一种持续的思考与取舍。